我们讲这个精神健康和大脑的健康啊，跟我们的胃肠很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要想保持大脑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呢，我们首先要维护好肠道的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个肠道的健康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大脑和精神活动的？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大脑和精神活动？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如果您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视频，麻烦您点击一下订阅和小铃铛，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客观的、全面的健康资讯。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肠道跟大脑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关系。那首先呢，我们就要看我们肠道的微生物群跟中枢神经系统的关系。我们肠道有各种各样的细菌，有害的，有无害的有中性的，这三大类是吧？那么这些三大类细菌呢，它构成了一种完整的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这个环境呢，那么对我们肠道的健康消化吸收，以及呢把有毒和无用的东西呢从身体里排出去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认识到，如果你的胃肠道不健康，你的全身包括大脑都不会健康。微生物群它的第一个作用，它就通过我们肠道的迷走神经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功能，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影响到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的能力，还会影响到我们情绪的调节。在研究方面，我们把迷走神经给它切断了，肠道的微生物群对大脑的影响就减少了很多说明这个迷走神经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里面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肠道它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重要的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当中呢，有两样东西我们尤其要重视。一个叫做短链脂肪酸它是在分解这种膳食纤维的过程中产生的，有叶酸、丙酸和丁酸。这三样东西呢，都能够通过血液穿透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里面。那么这就对大脑的神经细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叶酸它就可以减轻大脑的炎症反应，还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的活动，是非常好的短链脂肪酸。这个丙酸就有意思了，它正好的方面呢，它是能够帮助糖代谢和脂肪代谢，但是它的不好的方面呢，如果它过高的话，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它和自闭症有很大的关联。在一些抑郁症的病人当中我们发现它在肠道产生丁酸的细菌就比较少，可见这个丁酸跟我们的神经递质和情绪的调节很有关系。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免疫功能。肠道是免疫功能最活跃的地方，如果肠道的菌群失调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黏膜受损害，也就是说这个肠道的屏障被损害了，这样很多不应该进入到血液的东西呢就漏进去了，所以叫肠漏症其中呢有很多东西是有害的，比如像吲哚我们讲过的对甲苯，还有脂多糖这些呢进入到血液里面就会产生全身的包括大脑的炎症反应。我们如果检测他们的血液的话，就会发现呢一些炎症的指标会升高比如说 C 反应蛋白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这些它都会升高。同时呢，它会提高自闭症、抑郁症、焦虑症的风险。第三个因素就是它产生神经递质。大家都知道，我们肠道呢是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神经递质的，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伽巴氨基丁酸这些呢神经递质它本身呢不能够直接的穿透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是呢它们的代谢产物呢可以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到大脑的神经活动。所以呢肠道菌群失调造成的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精神活动。比如有研究就发现，在肠道产生 GABA 这个细菌比较少的人当中呢，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就比较高。由于这个肠道通过它的代谢产物进入大脑，对大脑的免疫功能
神经递质的活动的影响，以及肠道的免疫反应造成的肠漏症引起的大脑的炎症，肠道的神经递质直接间接的影响了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活动。这样4种机制就把肠道的健康和大脑的健康呢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在临床上是不是有证据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抑郁症。抑郁症它的肠道产生短链脂肪酸呢就比较少。另外呢，有害细菌的增殖也会增加神经炎症诱发抑郁症的发生。有个研究对50名抑郁症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他体内的有益的细菌，像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呢都显著的减少。还有就是焦虑症以及呢胃肠肌瘤综合症的病人呢，他们肠道的菌群失调肠道的屏障功能的损害的比例非常高。另外就是自闭症的病人他们在肠道的丙酸对甲酚、吲哚这些代谢产物呢都是偏高的。甚至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性精神病的病人呢，肠道的菌群呢都是失调的。这里特别要讲一下这些病人呢吃的抗精神病药常常也会造成肠道的菌群失调所以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互相有负面影响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才能够保持我们肠道的健康进而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和精神的活动呢？那首先呢，我们已经有不平衡了，所以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呢是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益生菌主要是双歧杆菌和乳酸菌这些益生菌呢，它能够很快的帮助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减少炎症，改善我们的情绪和认知。益生元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给益生菌提供营养的，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膳食纤维，像菊粉和低聚果糖，它们是能够帮助益生菌的生长，恢复呢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所以临床上就有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给自闭症的孩子呢补充益生菌的话，它会改善他的社交行为。另外呢，就是增加抗炎的饮食，像地中海饮食，这里面富含橄榄油欧米伽3、绿色蔬菜和坚果，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减轻的肠道的炎症反应维护肠道健康。有研究发现长期适用地中海饮食能够减少抑郁症的发生。另外呢，就是调节我们的情绪减少压力，增加运动，这2项无论对大脑还对肠道都有直接调节神经递质的作用能够改善我们的认知情绪。同时呢，它也会减少肠道菌群失调，减少炎症。我们每个人的肠道都受到它的先天的素质，比如说有人是剖腹产，那么他的肠道的菌群失调的比例就很大，他因为没有经过产道来获得这些益生菌。第二个就是饮食，我们每个人的饮食都不一样，是吧？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精神压力和生活的环境。所以真正要了解你的肠道的健康状况呢，还是要做一个肠道的一个检测和分析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比较个体化的给大家制定一个保护肠道的健康方案。总而言之保护好肠道的健康就是保护大脑的健康，也是保护全身的健康。所以呢，希望各位朋友呢一定要重视。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以及有什么问题，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大家通过订阅、转发和点赞来支持我们的频道，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全面的资讯。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